欢迎欢迎回来，来到世界奇观。今天我们将踏上旅程，前往地球上最大、最神秘、最迷人的土地之一——中国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国土面积超过960万平方公里，是世界第3大国，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。然而，令人震撼的不仅仅是其广袤的地理，更在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、丰富的精神内涵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美食，这些都使其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宇宙。在第一部分中，我们将探索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根源，从最初的王朝到被时间遗忘的村落，探寻神圣的寺庙、标志性的美食和传奇的城市。但这一次，我们的探索范围不会局限于大城市，我们还将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村落，以及那些至今仍屹立于群山、河流和山谷之间的古老传说和传统。做好准备，因为这仅仅是一段难忘旅程的第一部分。4000多年来，中国历史经历了一系列王朝的建立、统一和变革。以下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最重要的几个王朝。夏朝，统治时期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，是中国史籍记载的第一个传奇王朝。然而，它的存在尚未得到考古学的证实。商朝统治时期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，是第一个得到考古证据证实的朝代。商朝因使用甲骨文和精致青铜而闻名。周朝，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，分为西周，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，和东周，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。东周又包括春秋和战国时期。周朝，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，是儒家和道家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。说到这里，需要先说一个前提，我们之前讲的是春秋战国时期。春秋时期的名称来源于孔子所著的《春秋》，记载了当时政治和军事事件的一部古代史书。战国时期则紧接着前一个时期，是一个更加混乱和好战的时期。战国时期指的是7大国：秦、楚、齐、燕、韩、赵、魏，为了争夺霸权而不断争斗。随着公元前3世纪秦朝的建立，统一中国的构想由此诞生。正是以兵马俑闻名的秦始皇下令修建万里长城，一道长达21000多公里，甚至从太空都能清晰可见的石墙，为保卫国家免遭蒙古入侵而修建。汉朝，公元前206年、公元220年，是中国文化、科学和儒家思想传播的黄金时代。汉朝分为西汉，公元前206年、公元9年，和东汉，公元25年、公元220年。接下来是唐朝，618-907，艺术、诗歌和世界主义的黄金时代，皇权和精致文化的时代。随后进入宋朝，960年至1279年，这是一个技术和艺术创新的伟大时期，分为北宋960年至1127年和南宋1127年至1279年。
宋朝之后，元朝1271至1368由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立，是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外国王朝蒙古。随后是明朝1368至1644，标志着中国复兴的时期。这一时期以紫禁城、瓷器和郑和下西洋而闻名。郑和1371至1433是明朝伟大的中国海军将领和探险家。1405年至1433年间，他率领海军7次远征东南亚、印度、阿拉伯，甚至非洲东海岸。明朝之后，清朝1644年至1912年成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。清朝由满族建立，以扩张领土和对抗西方为特征，最终以鸦片战争和帝国的灭亡而告终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了现代中华民国1912至1949，由孙中山在清朝覆灭后创立。中华民国经历了内战和日本入侵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今。当前，中国经历了经济、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巨大变革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聊聊这个非凡国度的奇妙之处吧。我们的探险之旅将从古都北京开始，其中心矗立着传奇的紫禁城，这是一座拥有9000多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，曾经只为皇帝和他的宫廷保留，共有9000多个房间。几步之遥便是天坛，其蓝色珐琅彩屋顶宛如通往神界的大门，堪称道教建筑的典范之一。皇帝们曾在此祈求丰收，并遵循着至今仍被人们铭记的古老节日仪式。在陕西省的西南部，坐落着唐朝古都西安，它的名字由2个词组成，西意为西方，安意为和平或宁静，因此西安可以译为西方的和平。自古以来，西安就是一座香料、宗教和文化交融的城市，也是连接中国和罗马的神秘丝绸之路的起点。但西安真正独一无二的是令人惊叹的兵马俑，数千尊真人大小的兵马俑，每尊都有不同的面容，守护着秦始皇陵墓。这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考古谜团。
一步东海岸，我们来到了上海，它是现代中国的象征。就连上海这个词也由2个词组成，上也就是它的嗨义为海，因此上海可以理解为在海上，反映了这座城市的沿海地理位置。它是中国最具现代化和活力的大都市之一，也是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。黄浦江纵横交错，将上海分为2部分，浦西西部更具历史和传统气息，浦东东部兼具现代和未来感，拥有上海中心大厦和东方明珠塔等著名的摩天大楼。然而，在陆家嘴金融区标志性的未来主义摩天大楼和外滩，位于黄浦江西岸，源于英印语，意为码头或堤岸，中文也称为外滩的灯光下，古老的灵魂依然屹立。漫步于豫园古典园林之中，穿梭于小桥流水、亭台楼阁、鲤鱼成群的池塘之间，仿佛置身于明清时代。现代与传统的对比令人着迷。中国文化是引人入胜的神话传说的融合，根植于数千年。最具代表性的故事之一，讲述了中华民族起源于传说中的黄龙，象征着神力、智慧和繁荣。这个神话的核心是黄帝，一位半神半神，相传他创立了中华文明。据说，黄帝在陈氏统治的末期化身为龙，升天而去，消失在北方一座山峰的永恒迷雾中。这一事件标志着从凡人到神话，从帝王到神灵象征的转变，整个中华民族都源于此。华山等地，其道路悬在陡峭的悬崖之上，唤起了这些神话。这里曾经是道教僧侣和武士的避难所，如今朝圣者和冒险家们纷纷前来寻求智慧或寻求肾上腺素。但中国也由寂静、石头和弧形屋顶构成，它们诉说着被遗忘的故事。在安徽省，有一个名叫洪坤的小村庄，中文意为雄伟的村庄，由洪和坤2个词组合而成。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，古老的木屋和庭院倒映在平静的湖水中。这里曾经是商业中心，如今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。又如湖南省的凤凰，一座仿佛从画中走出来的吊脚楼，笼罩在永恒的雾霭之中，守护着古老的民族风俗。凤凰一词源于2个复合词，凤意为雌凤凰，凰意为雄凤凰。凤凰合起来代表了中国神话中的凤凰，象征着和谐、美丽和重生。这座古城因其永恒的美丽以及与传说和传统的联系，被称为凤凰城。但这仅仅是我们探索奇妙中国之旅的开端。在第2部分，我们将更加深入，我们将探讨民间传说、少数民族、传统节日、沙漠和竹林，以及隐藏在山中的奇观和村庄。如果您喜欢这段旅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打开铃声并点赞。现在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：最让您着迷的中国古迹或传说是什么？请在评论区写下来。我们很快会在探索奇妙中国之旅的第2部分与您相见。